邀请大家品尝的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装瓶打包好了，邀请到的朋友已经1对1的确认联系过了。这次一共是120份，明天发出，估计这周内都会陆续收到。最后拜托大家品尝后一定要扫码，认真填写口感反馈表。上次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很多朋友的反馈特别详细，给了我很多新的灵感。这次又邀请了5位红枣朗姆泡酒反馈意见特别好的朋友再次品尝。好了，12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这是去年泡草莓威士忌酒的检测报告，铅含量超标。为了追究它超标的原因，经过1年的努力，又陆续做了其他4份检测报告，总算找到了真凶。时间回到1年前，我看到铅含量超标后，脑海中第一感觉是酒的问题。看着10万加的评论，还是自营店铺，心里在疑惑，大公司不至于吧？但瞬间有一个邪恶的致富路子。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全部送出，第4批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今天开始制作。单独泡荔枝最早有尝试过，虽然不难喝，但味道有点单薄。去年尝试红茶荔枝的组合，口感立马饱和了起来。红茶不能浸泡时间太长，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悦的杂味。用冷萃一版的方式，可以刚好泡出茶香和甜香。因为是邀请粉丝品尝的，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降度，并减少了黄冰糖的用量。泡荔枝酒前几天会出现浑浊的现象是正常的，大概10多天之后，酒体就会慢慢的清澈。好了，等2-3个月后送去质检，合格后再陆续邀请大家免费品尝。我们开封黄杏泡酒，酒体是非常干净的金黄色，入口是清透的酸感，随后是果甜，后口和回味依然是清透的酸感。黄杏的滋味和杏仁的味道在泡酒里并没有体现出来，整体没有明显酒味，前中后口是清透的酸感，非常独特，是一款非常优雅别致的餐前开胃酒。之前还测试过70度恒温水浴2个小时，然后再浸泡2天的方式。恒温水浴的口感黄杏和杏仁味道会明显一些，但是酸感的穿透力就丢失了。两种方式各有千秋，黄杏泡酒个人感觉是4星。我们浸泡酒的时候碰到果味比较单纯的水果，就会出现果味遮盖不住酒精的刺激，入口就不友好了。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给酒降度。降度呢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加纯净水。不用怀疑，就是加纯净水。最近正好是草莓上市的季节，草莓浸泡酒的特征是草莓的果味主要呈现在前中口，后口略显平淡，所以用后口浓郁的威士忌浸泡，整体就会饱满。草莓、酒和冰糖的比例可以按照3:5比0.25，也就是我们加入173克的草莓，14.5克的冰糖和288毫升22度的酒就可以了。这次我选用多次获奖的轩博原酒40度，它自身有一丝清新的甜美感，还略带黄油和蜂蜜的柔和，整体比较细腻。我觉得这个感觉去补充草莓前中口果味后的不足，会显得更加的丝滑。降度的方式是158毫升的酒和130毫升的水，也就是288毫升22度左右的酒了。好了，低度数的话大约2个月左右就能开封，最终果酒的酒精度大约13-14度。对于资深一点的酒友来说，就得做不降度的高度版，果味和酒感都会更厚重一些，但是草莓、酒和冰糖的比例的适当调整，约为1:1比0.08，也就是适当增加了草莓和冰糖的量，最终酒精度大约25度，正常情况下要浸泡3个月。这一瓶我也试验上，过一段时间再逐个开封。我们开封荔枝杨梅泡酒，酒体是漂亮的金红色，入口先是荔枝柔和的果味，然后杨梅的酸感快速升起，愉悦感倍增，回甘又是荔枝柔和的香甜。这个组合的想法来自于冰点杨梅，然而泡酒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和单独的杨梅泡酒相比，在口感的穿透力上弱了一些，荔枝内敛的滋味和杨梅融合的一般，所以荔枝杨梅泡酒个人感觉是4星半。但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只好把上次剩的半瓶先打包邮寄给检测机构。半个月后收到检测报告的我，心情估计比品牌方还紧张。结果显示铅含量未检出，看来早就吃光了，无法检测。那剩下的就是冰糖和泡酒罐。经过大量搜索查阅，冰糖含铅的可能性很小。泡酒罐我用的是玻璃器皿，如果是老式金属器皿，有可能导致铅超标，但是玻璃器皿且并非水晶玻璃，含铅的可能性就更小。经过分析后，当时的我有2个选择：
把一根烧热的铁棒插入酒中搅拌。你能想到是什么样的口感吗？相传有一款鸡尾酒，先将啤酒、朗姆酒、糖和咖啡倒入铁质容器中，搅拌均匀，再用烧热的铁棒搅拌，然后趁热品尝。烧热的铁棒激发出麦芽特有的焦香，口感的层次和厚重感增加了许多，这使得啤酒呈现出一种暖暖的、绵密的丝滑感。这款酒好喝的关键是啤酒，最好是全麦酿造，这样麦芽的焦香味才会达到最舒服的口感。比如选用燕京新出的这款 S12 皮尔森，12度的原麦汁浓度是激发出麦芽焦香的关键。严选皮尔森麦芽，让口感更加清冽适口。甄选限定啤酒花，让前中口富有优雅的柑橘果香，闪闪发光的黄金色酒液，纯饮也让人非常痴迷。这款酒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，拉环开瓶设计。虽然我家有好几个啤酒起子，但每次都得上半天才能喝上酒。拉环设计很好的提升了饮用的便利性。我个人还喜欢燕京 S12 皮尔森的标签，幸运，为努力拼搏者的幸运时刻举杯，以致敬每一位自有我度、心中有数的奋斗者。大家心心念的14款加包果泡酒，今天开封对比。首先从酒体颜色来看，除了纯果肉浸泡的以外，所有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深宝石红颜色，像红酒，非常漂亮。第二，口感酸甜，令人愉悦。除了纯果肉和真露浸泡以外，所有的泡酒都有色感，色感最明显的是纯果皮浸泡，所以色感的主要来源是果皮。真露浸泡的没有色感，是因为度数低，果皮的色感没有浸泡出来。当然，真露浸泡的果味也比较淡。第三，酒的香气，果皮里的橄榄香在所有的泡酒里都没有体现出来，但比普通葡萄的口感要顺滑很多，源自于加包果果肉自身的糯感。酒自身的香气跟果子搭配最舒服的是金酒，杜松子香气的补充让酒体更加饱满，两种香气过渡也顺滑，不跳跃，综合是最好喝的。金朗姆浸泡的有一点巧克力香气，也丰富了口感，但相对融合度没有杜松子的好。第四，扎眼和不扎眼的工艺，对于长期浸泡来说，口感差距不大。加包果泡酒比普通葡萄泡酒要好喝一点，主要源自果肉的糯甜感和果皮的酸感。我猜想，如果加包果做成发酵酒或者白兰地，再或者浸泡后再混合蒸馏，最后放入橡木桶盛放的方式，这几种做法应该都比单独泡酒好喝。以后有机会再尝试吧。这次一共用了10款基酒来浸泡，我觉得口感排名前3的是金酒浸泡、真露浸泡和白朗姆酒浸泡。留个样品出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之前邀请大家品尝过红枣朗姆泡酒，前一段时间翻看书籍的时候，发现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米酒浸泡的做法，而我用蒸馏的高度米香型纯粮酒试验了一下，发现跟朗姆酒对比，米香感在口腔回味很好，而且口感顺滑淡雅，不仅不会破坏泡菜的香气，成本更是不到朗姆酒的一半，怪不得它的口碑在全网还不错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制作点。红枣去核后蒸一下，这样红枣的滋味更加醇厚干净。红枣含糖量比较高，所以不用加糖。冬天马上到了，大家可以放入点枸杞或人参，这2种材料比较应季。红枣泡酒之后，红枣会飘上来，这样浸泡效果会弱一点，所以我一般加入一个玻璃盖子。试验用的是大桶的酒浆双蒸纯粮酒，53度能更好的激发出泡菜的内含物质，保存的也更久。最后倒入酒密封就行，大约1周以后就可以喝了。其实红枣浸泡一次后，还有很多滋味留在枣里，我们可以按照老一辈勤俭节约的泡酒方式，在酒大概喝到1/3到1半的时候，再续上同样的酒。泡好的酒大概40度左右，每天喝1两，基本上150块的酒，30块钱的枣，5块钱的枸杞，够喝一个冬天了。大家学会了吧？